16号，商务部发布2023年第1号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公告，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公告，将对洛马公司和雷神公司采取5项处理措施，包括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高管入境，不批准并取消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以及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2倍。中方此次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2条、第8条和第10条等有关规定，将2家美国军火巨头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去年2月21号，因应美国国防部稍早前宣布对台湾地区出售爱国者导弹工程勤务，中方就曾依据反外国制裁法规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洛马和雷神公司的行为实施反制。公开资料显示，洛马以开发与制造军用飞机闻名，是在台最大的军火商。台军多项主要装备，包括新购66架 F-16V 战机、现役 F-16战机的性能提升、爱国者3导弹、标枪导弹等，都是洛马的产品。雷神主要做导弹、军用雷达、导弹防御系统及电子战装备。台空军战机使用的各型导弹多为雷神的产品，如 AGM-88 反辐射导弹等。此外，台空军在新竹乐山基地的长城预警雷达、台海军的标准2型导弹、台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合买的毒刺导弹等，均是雷神公司生产的。2月14号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开启为期1周的欧俄之行，并将应邀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王毅此访正值乌克兰危机即将走到1周年的节点，俄乌冲突有升级迹象，中美之间突发飞艇事件，在这特殊的时间背景下，此次访问将对中欧、中俄和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备受全球关注。当地时间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王毅首先向马克龙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视法国为优先合作伙伴，愿同法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开辟中法关系新前景，赋予中欧关系新动能，为推动国际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做出新贡献。马克龙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马克龙强调，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法中应共同致力于维护稳定和平衡，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避免世界分裂。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当天，王毅还会见了法国外长科隆纳。在1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介绍了王毅此访，并表示这是今年以来中法中欧之间的一次重要高层往来。中方愿全面重启两国各领域对华交流，尽早召开新一轮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双方可共同策划纪念活动，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王毅此行还将访问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应邀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外界注意到，王毅是中共20大胜利召开之后访欧的中国最高级别官员，也是新冠疫情爆发3年以来第一位线下出席慕安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2年来因为美国加大对华打压等原因，中欧关系遇到不少困难，但双方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和矛盾，希望中欧能加快重启高层交往与经贸合作等，让中欧关系重新热络起来。据中国外交部介绍，今年是中国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王毅访欧将拉开今年中欧高层交往的序幕。事实上，自去年年底以来，
中欧高层互动频繁，中国接待了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到访。今年，中国还有望迎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欧洲其实呢，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和我们中国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大家呢都讲究这多边世界等等，所以中国就要找到和欧洲的一些共同点。那么从政治角度、外交角度，那就是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讲单边主义，讲霸权主义，欧洲讲多边主义。再有包括气候问题的解决经贸关系还有欧洲很关注新能源的领域，这中国也有强项。所以大家多找一些共同点来夯实中欧关系，之后呢就会渐渐的回暖，因为欧洲国家也是越来越务实的。俄罗斯也是王毅此访重点。访问期间，王毅将同俄方重点就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并将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继续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稳步前进，维护双方正当权益，为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呢，很快就是1年的时间了。其实对世界方方面面的伤害都非常之大。那中国一直主张的是和平，是要用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对话的途径来解决问题。那这次中国很有可能呢，也是让王毅主任去带一些消息，或者说提供一些中国的方案，看看俄乌之间这个战局是不是会有一种其他形式的解局。所以不排除呢，中国要为俄乌战事来提供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还是要给世界去带来一些和平的希望。外界高度关注王毅此次行程。从中方发布的消息可以发现，王毅此次外访有以下特点：时间长，从14号至22号，行程紧，一站连一站，紧凑密集，形式丰富，双多边结合。尤其令外界关注的是，王毅此行恰逢俄乌冲突即将届满1周年的特殊节点。近来，西方军援基辅、制裁俄罗斯持续拱火，随着1周年节点临近，俄乌双方似乎都有扩大攻势的迹象。另外，中美近来突发飞艇事件也为本已紧张的大国关系再添变数，这也让王毅此行的多边议程出席慕安会变得更加引人关注。针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地缘政治紧张的形势，王毅与会期间将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阐释中方主张，并将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宣介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阐明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需要指出的是，慕安会是欧洲的主场，主题是地区安全。传统上，慕安会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它常常被认为是展示西方团结的一个重要平台，也被称为跨大西洋的家庭聚会。今年慕安会的特殊之处，除了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的背景，主办方还邀请了更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与会。会前通过报告透露，慕安会旨在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基调。主办方同时还传递了希望成为中美对话而非对抗场合的声音。中方此次在慕安会将发出怎样的声音，对全球和平与安全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备受世界关注。慕安会这个场合呢，其实中国也可以把我们去年提出的一种全球安全的治理观，在这里再全面的，再来清晰的来讲解一下。因为在俄乌冲突之下，包括中美关系不好的过程当中，很多西方的政客、西方的媒体呢，在妖魔化中国。王毅主任如果有一个比较西方的平台来讲一下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观，那其实对于中国和西方打交道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彭博社及路透社13号分别引述消息指，布林肯正考虑在慕安会期间与王毅举行会晤，不过前提是双方都同意。外界注意到，中美双方均对这一说法低调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称，相关会晤还未写入布林肯的日程表，但美方正不断评估外交接触的机会。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也表示，相关问题暂时还没有消息可公布，但指出美方愿意在符合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受这个所谓气球的干扰也非常之大。那现在这个事情呢，是究竟很快能够降温，还是说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呢，继续把这个气球事件变成一个热气球事件？所以慕安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场合。那既有可能中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就面谈了，因为这种面谈比线上的交流这个效果要
好很多。世界还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快一点稳定下来。中国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美政客及媒体的歇斯底里令外界惊讶。当地时间15号晚，美国国会参议院还审议通过2项决议案，谴责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16号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华污蔑抹黑的错误做法，停止采取导致事态升级的举动。美国国会有关决议案无视基本事实，纯属政治操弄和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同一天，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中国在美领土上使用高空气球决议案，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声明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领空，完全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对美国人员和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第一时间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介绍了情况，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但美方执意动武、蓄意造势，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美国国会一些政客更是借题发挥、煽风点火，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华恶华的险恶居心。事实上，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对别国大搞监视活动的，恰恰是美国。声明强调，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这个问题本身是违反了芝加哥公约。你对民用航空器，尤其这种无人的民用航空器，随便采取击落的方式的话，这将会危及地面人员的安全，也会对相应气球所属的公司造成一定的损失。本来这个事情是可以妥善解决，结果美国采取的是极端的方式，这个手段呢，也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是不应该的。值得提的是，在气球事件发生后，美国又在3天内动用空军击落3个不明飞行物，可谓大动干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14号表示，近日遭美军击落的3个不明飞行物，美方仍不掌握它们的来源，但没有迹象显示它们与中国气球项目有关。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当天虽然也承认这3个不明飞行物与中国无关，但仍然对中国无害的无人飞艇使用了监视气球的渲染词语。Two different things, right? The Chinese surveillance balloon, completely different operation, if you will, a complete different, situation, if you will. The Chinese surveillance balloon was very, very different than what we saw with these 3 objects.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还承认，美军 F-16战机在休伦湖上空击落不明飞行物时，第1枚导弹没有击中坠入湖中，第2枚导弹才成功击落目标。美国舆论近日纷纷质疑，美军击落不具威胁的飞行物是否制造不必要的风险。有议员15号在听取美国防部闭门汇报后表示，未来再执行击落行动的机会不大。我们所看到就是美国国内针对气球也好、飞艇也好，有这种前后矛盾的表态，说明什么？说明针对气球事件应该实事求是，是民用目标就是民用目标，民用飞行器它本身不会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恰恰是你把它击落，有可能会对地面造成一定的危害，反而是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恰恰是美军的所作所为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当地老百姓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损失。不过，美国2党议员仍然不忘渲染中国威胁，声称目前中国在军事、情报、经济等领域仍是美国的最大挑战。China today is the single most formidable adversa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faced. The Chinese have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20 years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become the domina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orc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drive America and anyone else out of the region. Right now, China is the near peer and pacing adversary. The one we really need to be paying attention to. 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13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直指美国用气球问题制造恐慌，只是为了转移记者对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破坏事件调查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跟着美国一起炒作所谓气球危险。日本防卫省14号发布声明，无端臆测此前3次进入日本领空的飞行物是中国的所谓侦察气球。日本首相安田文雄15号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
就此称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强烈要求不要发生类似事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表示，日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对中国抹黑攻击，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日方应当正确客观看待中国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因素误入美国领空的情况，而不因追随美方搞人为的炒作借题发挥。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15号表示，关于针对入侵日本领空的其他国家的气球及无人机的应对，该部门考虑放宽自卫队可以使用武器的条件，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情形之外，也可以使用武器。日本自卫队法第84条规定，对于外国飞机侵犯领空的情况，为了促其降落或者将其驱离，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这被视为行使警察权，仅允许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情况下使用武器，其前提是应对战机等载人飞机，未设想气球和无人机。据日本国防小组长国场幸之助等透露，防卫省方面说明称，到了需要探讨与以往不同应对的阶段。不过，据防卫省相关人士介绍，对侵犯领空的飞机使用了武器的迄今仅有一例，是1987年苏联飞机经过冲绳本岛上空之际实施了警告射击，没有击落的例子。分析称，美国正借气球事件来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在接受俄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在气球事件问题上，日本除了给予美国100%的支持，他们现在还声称，之前有一些疑似中国气球飞越日本领空，如果是在现在就会击落他们。但在中美此次事件之前，他们就此类事件没有做过任何正式声明。这一切使东亚地区本就高度紧张的局势变得更为紧张。美国不断加强美日联盟，以此来遏制中国。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气球只是一个个例，只是一个借口。日本只是想扩大自己对外发起军事行动的权限，这才是最充分的借口。那么借气球事件不断的炒作，恰恰有助于来扩大自己的集体自卫权。美国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而且让日本可以堂而皇之的突破和平宪法，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日本的心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就美国会持续操弄气球事件通过所谓决议，今天全国人大外事委及外交部均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我之前呢在节目中曾经多次引述，包括 CNN 主播、知名时事评论员扎卡里亚在内的不少美方有识之士啊，近来都在密集发声，批评呢美方对气球事件的这种反应啊，近乎歇斯底里。不能让一只气球来绑架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危险地步。当然了，扎卡里亚们大概也没有预见到美方会荒唐发疯到大阵仗连打4只，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连续动用5枚响尾蛇导弹打下4个空中飞行物。那么至于这后3个到底是气球亦或是其他的飞行体，美国人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虽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倒打一耙，企图强行关联那么这4个空中飞物，但是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犀利回应的，除了过度反应之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的其他联系。我把美方这种全面失控升级的过度反应命名为美国政坛的对华歇斯底里症。现在看来呢，国会山是发病的重灾区。周三，美国参议院刚刚搞了一场面向所有参议员的内部听证会，那么参众两院也都在就所谓气球事件高票通过了所谓的决议，这其中众议院呢更是全票通过。今天全国人大外事委的声明是针对众议院的决议，而汪文斌则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应询就参议院2项决议案在严正发声。那么不管是大国哪个部门表态，中方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一起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的事件，对美国人员和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中方敦促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的方式来妥善处理，坚决反对、严厉谴责美方就此进行的政治操弄和恶意炒作，坚决反对、严厉谴责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案。敦促美国国会不要采取导致事态升级的进一步的举动。美媒称，拜登有意就气球事件发表讲话，最快会在周4进行。那您对此如何前瞻？
根据美媒的爆料，拜登会不会在周四发表讲话呢？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今天呢，拜登要进行预定的总统体检。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拜登一定会就此事态发表正式的讲话。那么，白宫已经通过特定媒体在对外放风披露，拜登已经做好了前期的准备，要就气球事件做全面完整的交代，并且呢，要聚焦未来美方如何来应对类似的气球或者是其他的不明飞行物。事实上呢，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美方对华歇斯底里症它的各种的症状啊，现在正在全面的发作，各种的后遗症或曰政治代价呢，也已经累积到了让拜登也压力山大吃不消的这样的地步。对于山姆大叔，那么这集中表现为几个追问：其一就是为什么美国会突然发现这么些个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其二，包括科学美国人、英国卫报等等一众媒体都在标题中在追问 Why the U.S. is suddenly shooting down so many balloons？ 为什么美军会突然打下这么些的气球？进而言之，美军为什么会用如此昂贵的武器来空中打气球呢？财经大刊财富，也就是 Fortune， 他算了一笔账，五角大楼2023财年的军费预算案拨备1.119亿美元，采购255枚响尾蛇 M9X 导弹。折合单价呢是每枚43.9万美元，但是呢，财富作为专业杂志呢，它也特别剖析说，军火商雷神公司啊，其实是在按折扣价向五角大楼交付这款热导导弹的。而雷神呢，2011年向马来西亚出口20枚 M9X2 型响尾蛇导弹，合同价高达5200万美元。这意味着呢，响尾蛇外销价甚至可以连翻5-6倍。火上浇油的是，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更承认，在休伦湖上空打那个飞行物是连轰2枚导弹，因为呢，第一枚响尾蛇是脱了靶的。美军北美防空司令部就解释说，发现更多的不明飞行物，是因为对美军的雷达系统修正了相关参数，对监控飞行物的这个高度以及速度追踪值啊，均做出了调整，所以啊，发现空中飞行物的这个频次是增加了。但是这意味着美方国安，尤其是领空安全的巨大疏漏吗？当然也不是。就连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他也确认说，美军之后接连击落的这3个飞行物都是 benign， 是疑似的民间机构或者是企业的所谓良性飞行物。那么歇斯底里式的炒作国安威胁，才会把之前等闲视之乃至放过的飞行物当成是必欲轰之而后快的威胁标靶。那么如果说这还只是内部的后遗症的话，那么歇斯底里症它的外部影响与冲击就更大也更加严峻了。也正因此呢，我个人认为拜登总统必须尽快做出抉择，必须要把握这次面向全国的讲话机会，切实来为美方的歇斯底里症来降温，要为被气球绑架的美中双边关系来松绑。那么美方将如何抉择？拜登会为美国歇斯底里症切实降温吗？美方如何抉择？拜登的讲话是一个观察窗口，明天揭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另一扇窗口。那么中美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会不会直接接触？现在呢，外界对此高度关注。那么如果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这呢将会是气球事件发生以来，王毅与布林肯继电话沟通之后首次面对面，也是中美高级官员首次面对面。那么尽管中美现在都没有就会见发布正式的消息，但是国际社会对此高度期待，期待中美高层能够通过这一次当面的沟通，来为中美持续升温升级的双边摩擦与博弈来实质性的降温。佐利克呢是华盛顿政治圈的影响力人物，他当过世界银行的行长，也当过副国务卿。他在西方情人节的当天，在《华盛顿邮报》刊发题为Engage, don't cancel China over the balloon 的这一篇来论，佐利克就警告，中美这2个全球性大国的竞争已经加剧到了危险地步，美国外交的首务是要通过公开沟通来管控风险。那么佐利克也讲述了冷战年代的一个经典故事，在美苏对峙最激烈的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提出开放天空动议，也就是呢开放苏联飞机进入到美国做所谓的勘察飞行，以换取苏联方面做同等的安排。佐利克就指出，艾森豪威尔此役正是意识到冷战长期竞争
可能带来的核风险。佐利克对此痛心疾首。当年面对冷战死对头，美方都可以自信开放领空，为何70年之后反倒沦落到如今无法自信面对一只流浪气球的地步呢？美国资深外交官的这一番重话，能否点醒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布林肯？总统拜登又将如何抉择？我们呢，拭目以待。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过去几年，美国对华展开所谓战略竞争，进行无底线打压。尽管如此，去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却再创历史新高，再次凸显出两国经济深度交融。在16号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美方持续对华进行科技打压等极端经济施压措施，发言人回应称，这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的做法，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整个世界。中美经贸合作事关两国人民切身利益，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22年，双方统计数据均显示，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这充分说明了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根据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的2022年贸易数据，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增加24亿美元至1538亿美元，进口额增加318亿美元至5368亿美元。中美货物贸易总额高达6906亿美元，超越2018年贸易战时的6615.22亿美元的前期高点。有分析指出，尽管在过去几年中，中美经贸关系变得日益脆弱，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进行科技打压、产业断链、资本脱钩等极端经济施压措施，无底线毁损中美关系的基石，但中美双边贸易额却在逆势中创历史新高，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和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美国狭隘政客的反华之举不能撼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其次，中美互利互惠的经贸联系深度交融。我们注意到，近期中国美国商会表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商会将和会员企业一起把握新的发展机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美中挂钩才是让两国人民受益的良策。中方将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企业为避免地缘政治风险，不得不采取中国+1策略，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周边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济体。但事实上，这不仅将导致经济效率大大降低，而且必将不断侵蚀互利共赢的双边经贸关系基础。如果世界最终形成中美两大经济平行体系，将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复苏，成为各国难以承受之重。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并未放弃零和博弈的战略，近来反而加大对中企的打压。对于近期部分外媒报道，拜登政府将禁止美国企业对一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束觉婷作出回应：一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正常商业决策，这种做法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损害企业和投资者利益，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整个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共享发展红利。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8月美国历史性的所谓芯片法案正式落地后，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对华芯片战大有升级之势。先是荷兰、日本两国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启动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管制，后有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并计划限制美国对敏感领域的中国科技行业进行投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本月23号发表演讲，概述
述拜登政府计划如何通过芯片法案来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所谓国家安全。然而，美国大张旗鼓的对华搞新战术，绝对是损人不利己。最近，美国知名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泛灵集团宣布，受最新一轮对华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影响，集团将解雇1300名全职员工，未来2个季度还计划解雇1400名临时员工。美媒分析，在美国政府对中国芯片和半导体等行业实施蛮横打压后，许多美国公司深受其害，包括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开发商、芯片设计商、晶圆制造设备生产商、芯片制造商本身等。全球光刻机巨头荷兰阿斯麦最近也发出警告，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可能导致半导体价格上涨。芯片领域，它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是相当复杂的，让任何一个国家，就是你很难说你以一己之力，那你可以在这个行业整个的行业当中去占据主导的一个地位。美国虽然现在就是说它靠这个芯片法案，它想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仅仅投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人才，台积电它是需要对一个工程师进行大概长达8年的时间，才能让这样的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那么你前期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后续你必须要具备一个非常好的行业的生态，你才能够把前期的成本给收回来，因此也会对于美国自身的芯片行业的发展，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4号报道，美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日前接受该媒体采访时提到了去年与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围绕半导体制造补贴的一场谈话。去年8月，张忠谋在午宴上当面告诉窜台的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美议员，半导体芯片制造极其复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讲究组装质量。如果美国认为靠砸钱就可以进入世界上最复杂的芯片制造市场，那就太天真了。佩洛西对政治新闻网表示，在场的其他台企高管也对美国提出质疑，比如美国的环境和劳动法是否符合培育尖端产业的目标。事实上，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0月就曾披露这次对话。该报道称，张忠谋直接对佩洛西表示，美国重建其国内芯片产业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张忠谋第一次质疑美国的人力和企业环境是否适合半导体制造。早在2021年10月，张忠谋在发表演讲时就曾直言，美国半导体供应链不完整，生产成本高，美国要推动半导体在本地制造，不可能会成功。去年4月，张忠谋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再度提到，美国芯片制造业没有扩张和成功所需要的人才资源，制造芯片的成本高得令人却步，因此美国增加芯片产能的举措可谓是昂贵、浪费且徒劳无功之举。分析认为，即便美国极力引导先进芯片产供链转向美国主导的小圈子区域化发展，但全球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地区分布和相互依赖局面很难被改变。美国强力重塑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产业链，必将重创全球半导体产业。短期看，美国确实给中国的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制造了麻烦，收获了现实利益。但长期看，美国歇斯底里的打压，倒逼中国芯片产业不断突破，让自己失去了巨大的中国市场，最终会极大削弱美国科技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损害全球芯片产业发展。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中国还是目前全球半导体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消费的市场。那比如说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它有20%到30%的业务都是在中国市场的。那可能据说，那么就是说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击，它可能会造成日本的这部分业务的70%受到影响。那还比如我们的近邻韩国，韩国的这个芯片的出口的40%都是到中国的市场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行业的打击，它其实是对于半导体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冲突爆发将满1周年之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俄军近来加大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攻势。按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俄军试图赶在西方援助到达之前对乌军发动攻势，占据主动。泽连斯基催促西方援助必须更快到来。美国防长奥斯汀则声称，俄乌冲突正进入决定性时刻，预计将在春季看到乌军开始大反攻。
战况吃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4号晚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急于在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集结力量之前，通过最新的攻势取得更大进展。泽连斯基继而催促，这就是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的原因。我们必须快速做出决定，快速执行决定，快速提供军援，快速提供培训。速度是关系到生命的重要问题。舆论认为，泽连斯基又在喊话美西方，援助必须更快到来，而且不仅仅是装甲步兵车、主战坦克，还要有重型远程武器以及战机。北约防长会议15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主题之一就是动员成员国勒紧裤腰带，再接再厉给乌克兰送装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上强调，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弹药，并落实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的承诺。This is now becoming a grinding war of attrition, and a war of attrition is a war of logistics, and therefore this is so crucial for our ability to ensure that Ukraine wins, is able to retake territory. 斯托尔滕贝格同时敦促乌克兰继续战斗，声称北约欢迎乌克兰加入，但条件是乌克兰要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美防长奥斯汀也在会后表示，俄乌冲突正进入决定性时刻，预计将在春季看到乌军开始大反攻。他还说，为确保反攻成功，基辅的盟友正在努力为他提供装甲、火力和后勤保障。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give Ukraine additional capability so that they can be not only be marginally successful, they can be decisive on the battlefield in their upcoming offensive. 实际上，由于通胀居高不下以及自身经济可能衰退，美国民众对大笔援助乌克兰越来越反感。美联社15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支持率迅速降低。去年5月，有60%受访民众赞成提供军事援助，如今降至48%。与此同时，仅有19%的美国人对拜登应对乌克兰局势的能力有信心。因此，拜登政府才会在各种场合放话，渲染乌克兰将在西方的支持下发起春季大反攻。美国防长奥斯汀的关于这个俄乌冲突进入决定性时刻这样一个表态呢，实际上显示出了美欧呢在乌克兰战场上相对自信和乐观的这样一个心态。他们希望呢通过显示他们优势的这样一个军事斗争呢，能够迫使俄罗斯呢在这个外交上、军事上呢做出让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展示出美欧呢有这个进一步升级和长期化这个战事的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态度。因为从国内来看呢，共和党还是比较质疑美国这个在战场上投入的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收益的。因此呢，他们也希望用一场胜利呢，来尽快的结束这样一个战争。然而，这次的北约防长会让乌克兰方面失望透顶。乌防长列兹尼科夫在会议举行之前，当着各国记者的面掏出一枚印有战斗机图案的手帕，要求西方援助战机。但北约援乌武器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弹药、装甲车和防空系统上。即便如此，北约国家的库存也已经不富裕了。据法新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曾警告说，基辅目前的消耗速度比北约国家的产出高出许多倍。报道说，北约盟国将继续扫荡本国货架上的炮弹，尤其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乌克兰每天要发射数千枚这种炮弹，北约正匆忙让自己的工厂生产更多武器。盟友也在考虑联合购买武器，增加防务开支和签订更长期合同的计划。对于乌克兰来说，雪上加霜的是，有北约国家在援乌武器上打了退堂鼓。德国《世界报》14号报道，丹麦和荷兰原本答应向乌克兰提供豹2主战坦克，但两国突然转变立场，表示将不参与向乌克兰交付豹2主战坦克。作为补偿，两国愿意参与豹1坦克的维修和保养。因此，在北约防长会上，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表示，之前的承诺要缩水了。德丹荷援乌的豹式坦克联盟仅能向乌克兰提供半个营，也就是30辆豹2 A6坦克。当记者问及半个营的坦克能在乌克兰起到什么作用时，皮斯托留斯回避称，该问题最好是向乌克兰政府提出。我们看到这个大西洋两岸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大国德国、法国，在这个援助的武器的力度上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温差，就体现在欧洲呢还是指望美国呢率先做出这个武器援助升级的一个步骤，发挥美国的领导权。那么同样的逻辑呢，就是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来看呢，
像这个丹麦、荷兰等这些小国呢，他还是要看法国、德国、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呢，如果看到这些领导国家态度上有所这个迟缓的话呢，他们是不甘心先行一步的，他们也会表现出相应的这个退缩。